那来吧，魔方的 2.0 大比例版本的擎天柱，我们先拿出4大名著放一块对比看一下。MP10 其实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吧，曾经单看它的话，感觉哇这个美型好高啊，但是现在你跟后续的产品一对比，就显得胸很宽是吧？上身很长，胳膊也很长，你看比这3个要长出来半个拳头。但是腿又变短了，就感觉这个身材比例显得有一些怪了。不过总归来说，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模具设计啊，10我至今还是非常喜欢的。T1 的柱子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它的变形好玩，明显的弱势呢就是美型很方块、很方正的一种味道。而且在一些关节的处理上面，它的胯部其实是没有左右旋转的，左右旋转是从膝盖的位置转动的。这个东西的销量确实好，但说实话，想买的话尽量买前几批啊。我听说再版越再版的质量越差。然后是 MP44， 这个被誉为我们直播间的耻辱啊，没别的。首先美型方面，光从正面看，就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柱子就很棒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还是那句话，你别看侧面呀，就这一坨真的是最难看的。很多人都在说人家44有发声的机构，但是到了黑柱子的时候，它可是把这个声光效果取消掉了的，反而的这个背包里边还这么大。啥时候缩小了呢？ KO 版万象改了，把这个背包的结构整个改动了以后，才能把这个背包缩小到这么大，非常不爽的断膝盖问题。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做工的问题，而是在设计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一些绊的一些环节吧，在里边揪着，咱这个齿轮关节没搞明白，所以呢它会凸出来一个零件，就是这个零件老在那里卡着，就导致了下边这个膝盖的齿轮关节会断掉。另外呢就是老说这个晃晃荡荡的问题，我这个正版的，这可不是 KO 正版的，但是现在的这个松紧度呢其实已经惨不忍睹了，腰部已经很松了，包括胯部这些虚位了什么的，其实现在只是放在我们直播间里边象征意义的一个身高比例尺了，我都不想变它，因为也不敢变它了，再变就是整个是碎掉的了。再加上44本身来说，这个变形设计逻辑太追求于所谓现在 3.0 的一种创新结构了，反而就丧失了擎天柱该有的那种变形的灵魂，让你感觉在变形的时候太累赘了。它一个 G1 的玩具设计的已经不像 G1 玩具，甚至比电影的玩具还要偷换概念了，颠覆的一些零件了，就导致这个柱子其实并不好玩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优点在于你从这个角度看正面的话确实好看。44只是个一面之缘，也就是说你只能看它的一个面。然后来说，我其实还是更喜欢10因为这个是曾经来说追得很爽的一个信仰了。魔方这一回到 2.0 柱子，它是在原先的小比例的结构之上进行了放大和一些细化，更改了零件的一些造型以及变形的一些细节套路了。最关键的，我觉得大家都在意这个玩意儿。这回的大柱子终于有空间，它做了这个透明胸，而且这个中胸对得很齐，胸也是尖尖隆起来的，背包也不算大。如果说唯一说能给这个人形挑点毛病的话，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个背包的部分，因为是车顶的这一块，所以变形完人形以后，在这个地方的有一些细节稍微的有一些暴露。而且后背来看，背包也会显得薄很多，平整很多。背后这里看也并没有什么暴露的地方，还是很完整的。头雕的部分其实基本上也是照着44那个来修的，而且天线这个地方应该也是用了很韧性的材质，不会容易出白痕以及断裂的。脖子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球冠，而且这回的后脑对比小比例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改动。小比例本身这一块它设计的是一个开口球碗，所以导致了头部可以抬到很高，增加了可动性。但同时呢，美型度方面，在人形的时候，后脑勺这里会暴露着空一截。大比例这里呢，它把后边的这个盖子填了起来，而且做了一个脖子的开口刻画，也可以把脑袋抬到一个
挺高的幅度，不过不像小比例那样可以折到90度了，它可以折到这么高。所以呢，在最后变形车型的一个过程中，这个头部是和小比例的变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胸口的领导模块舱里边做了很漂亮的刻画，在一些细节以及电镀的点缀了，细小的涂装部分也有刻画。打开以后，里边有一个蓝色的领导模块。然后和小比例不同的是，因为尺寸够大了嘛，所以它这回做了全指可动手。胳膊肘的位置，双段关节可以曲得很高。小的这个变形的需要，它是一段关节，但是这一段关节能折个135度左右吧。手腕这里多做了一个翻折的关节，所以手掌可以摊开。原先的小版本因为这个零件太小太薄了，所以它后边的这一节啊并没有做转轴，也就是导致了后边这一块裙甲是一整片，这条腿是无法后踢的，后踢差不多也就10几度就卡住极限了。那这回大比例的柱子后裙甲这里就增加了转轴。比较在意后踢的朋友们，这一回可以真正的把腿踢到后边去了。肩膀这里上抬还是2段的，外边有一段，这边也有一段，有那个齿位的感觉，咯噔咯噔的。而且嘛，它可以往前这样折叠。每次听这个膝盖齿轮的时候，就想拿出来 MP44 听听啊，这多爽！这也2段齿轮关节，这也没断吧？脚踝左右有接地，前后也可以转动，而且这个地方能看到一个齿轮关节，一个枪，一个大斧子，然后还有2个车厢的连接器，一个是连接44，一个连接10的。等变成车型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武器配件并不多，枪的枪头这里可以拔下来，当然这个祖传的鱼漂灯也可以插在这里边，给大枪发光。所以呢，因为有这么多段的延伸关节的双段存在啊，蹲在地上手扶地面召唤猛大帅的这个姿势也是可以轻松的放出来的。当然我们直播间标准的叶问蹲姿是不能少了。当然大哥的标准姿势这个就很轻松的做出来了，而且原先其实就能做出来这个姿势啊，这一回的关节又增加了一段，胳膊成了双折段的关节，所以这个姿势就更简单了。哇，跟这么擦一抹脖子，这个姿势还是很有感觉的。料子我觉得这回用的是混合用料吧，有一些板件是 ABS， 有一些是尼龙，应该是混合用的，都没有做全尼龙。太大的大比例玩具如果做全尼龙的话，我担心会太软。其实这个柱子的美型啊，包括它的就是各种角度的美型可动来说，其实已经算是很棒了，非常棒的一个感觉。唯一可惜的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一块的边缘，这里这个车顶盖虽然在背包这个地方收纳的挺漂亮挺好看，但多多少少啊，你在人形正面，尤其在腋下的时候，这里会露出来一个小的边儿，这块有点难看。如果能把这个地方收起来，那这样就无敌了，基本上这个美型就无敌了。把这个车顶的这一块能往里缩短一下就好了，就差这一点点了。这个的变形的感觉其实就和小比例是差不多的啊，只不过在一些细的地方做了一些改动。首先手臂的这个地方，我们把它完全的翻折进去。注意啊，我个人感觉虽然没有说明书啊，我个人感觉还是手背贴在里边会比较好，这样变完了以后空间会更多。然后呢，这里有多增加的一个盖板。小比例这块的变形啊，虽然说也几乎一样，但这里少了一节，双关节折叠出来，拉伸。你看像这种连接的地方，这个双关节的料子用的就是一个尼龙件了，这个是很有韧性的。但是外边的这个板件感觉像是 ABS。这个地方还是左右这里的2个扣子拆松，然后整个里边的杆拉出来，然后打开胸部，腰部整个的托起来，拉松掉，然后把胸腔里边的东西整个的旋转拉长，伸缩到最外侧来，
旋转180度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滑道，往下推，把它推到底，再往开折，旋转，车门转出来腰部这一块。这个滑道很重要啊，一定要拉下来，推到底，再翻转，它才能正常的解锁开，要不然里边是卡着的。然后把胸口翻转180度。其实啊，这个边缘是一个偏心轴，你从转到这面看的话，这里是齐的，这就起到了一个缩胸。当你转到这一侧的时候，这里就会多出来一个边儿，而多出来的这个边儿左右加起来就等于这个的宽度。这就是 2.0 柱子的一个缩胸结构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一片顶盖整个的压下去，就不用再往上提了。小比例的这个地方里边有一个伸缩的滑道，大比例的这个不需要，你直接往下翻就可以了。后边这里也翻转下来，但是问题就来了，这个柱子啊，如果你跟这么放的话，它的下巴其实有一点顶边儿。我们正常在小比例变形的时候 ，2.0 的柱子你直接把脑袋往后折就可以，因为它可以折平。但是呢，在这款大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脑袋旋转个180度，然后把这两个天线往下折一折，用这个面去接这个顶，变形起来密合度就会好很多啊。所以呢，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啊，在变这个的时候，脑袋翻转180度吧，让脸朝下，胸先折好归位，然后把这两块归位。这两块折上来90度，注意啊，它这里是两个燕尾的滑槽，是燕尾扣子插合的，所以这两片要同时的进行。好，往下压这个进气格栅滑道，同时把这4个燕尾扣子套合锁进去。完美套合进去，这块密合的就是严丝合缝的，插好，然后双段关节往后搓，这里会出现一个卡扣，后方这里也有一个暗扣啊，我们把这里捏合，防正，搁好，然后双段关节往后搓。接着我们把这一块盖子整个的绕上来，直接往过绕啊，其实这个空间是刚刚好够的，直接提上来，绕过这两个烟囱。这又说到之前在那个小比例版本这一块插进去会特别的困难，拔出来也困难。现在大比例版本这个地方结构做了重新的一个修正，把前面的钩子往进一放，好，对准，这个就很轻松的进去了。当你开的时候也是啊，开的时候直接一拉，这个地方就很轻松的拉开了，而不会像之前的那个捏着这两个胸往出顶中间的这个操作过程了。它这回中间锁呢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钩子，去勾住前方的这个进气格栅，而后边的这两个孔槽呢，给了左右这两个插销更大的空间，就不会像小比例的时候那么难操作了。所以轻轻一放就搁进去了。背后这个盖子，这两片收起来，旋转180度，中间的这一片收起来，先不要收，好，捏好，然后把这一块再收回去，把这两个卡扣插到位，顶满，非常整齐、工整、干净的那么一个车头。然后来变腿部，腿部变形以前，先把这后裙甲依旧是旋转180度，露出来这两个工字卡槽，插到背包的这个地方。先把这个地方定住位，接着油箱旋转180度，它这回不是竖着的，是横着的放过去，左右两片带燕尾扣子的插板拉松，打开，一边一片翻转，中间的一个扣子咬合插上，卡住，然后把这一块双段关节拉出来，中间的芯儿拉出来，
延展开里边的电镀油箱，往外贴一下，中间的这个滑槽啊拉长，脚踝这个地方变形翻转一下，脚后跟提上来，上边的这一片先折下来，然后呢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新的改进啊，把这个边儿三角区域再折叠一下，就可以露出来这个脚蹬了。小比例的这个啊，它脚蹬是在脚后跟这里，当时的小比例变形是这个样子，把脚尖缩下去，这样去变的一个车尾灯部。这是脚丫子变形的一个大区别了。然后 Z 字折叠，这一片拉伸翻转180。然后另外呢，为了吊住下边的这个腿板，所以在最后一组轮的根部这里是一个燕尾扣子，你需要进行一个左右的套合，插进去。插进去以后，就等于用燕尾扣子吊住了下方的这块腿板，它就不会掉下来了，卡住了。然后再一个 Z 字翻转，卡住这个卡扣。回，拉长以后，脚踝翻出来，旋转180度，脚后跟往后折，脚尖放下来，然后再把这个三角区域重新的收一下，插满 ，Z 字折叠盖住，最后就是密合楼梯的部位的燕尾扣子，把这里滑槽卡进去。电镀的轮毂，橡胶的轮胎，6个轮子接地，推动还是不错的啊，还是比较滑溜的。拿出这个2个细道道的，这个是X10的车厢。好了 ，MP10的车厢完全可以挂载上去啊，轮子也都能完全接地，没有问题。那再换一个扣子。其实44的车厢明显是要比10的那个深很多的，有一种枪铁色的那个深黑灰了。所以呢，2个车厢也都是可以搭载的，高度了、滚动接地了什么的都完全没有问题啊。轮子都在全部的跟着动，你看看我就知道，只要我直播魔方的东西，评论区肯定会吵。我都习惯了，为什么我都懒得搭理你们？就那么几个人，你看吧，每次就那么几个。对，烟囱还能拉伸一下。哎，那么你们是喜欢10的车厢搭载的效果呢，还是喜欢44的车厢搭载效果呢？看个人的喜好吧，反正2个扣子都给你带上了，穿哪个衣服都行。车门可以打开，虽然说里边是能看到一个拳头和半个盖子啊，但是做小人应该是不可能实现的，空间不够啊。倒车镜这里用了一个电镀的零件，也是可以翻开的。车窗前面和侧面都是用了蓝色的透明件。就是说到这个大灯的刻画，我们之前在小比例版本的在详细介绍它的时候就说过了，魔方的这个车头呢，其实就是按照动画片里边的造型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车灯包括车前脸，包括涂装的一个样式啊，和后边的10还有44的那个造型不太一样。但是你要仔细对比设定图呢，这个会更还原一些。而且这一回的保险杠、进气格栅这些地方都有做了电镀的一个效果，电镀的处理。原先的这个小比例版本它是银漆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发的弹幕为什么有语音呢？主要光源没选好吧，但整体来说的变形难度并不高啊，就是随便捏一个姿势就可以脚里脚气的，而且其实能看出来这个无论是关节的支撑力度了，还有可动的幅度了，其实都是挺夸张的。那这个姿势就不是很着了呀，这个是很 gay 了呀。我要给大哥搓根雪茄啊！这幅世界名画我愿称之为墙根边的二大爷。总的来说吧，就是可动还是比较优秀的。什么社会，动不动就社会？村头二大爷墙根边晒晒太阳，怎么就社会了呢？不要带坏小朋友嘛。但是这个姿势做的还是很标准的，
就是那种小伙子啊，我有讲不完的人生经历，和你倒饬倒饬。这可是我从大腿上搓出来的雪茄，哎，这个可以用。别个方方正正的。这个就更有那味儿。二大爷说话的时候啊，就是还得跟你指手画脚一点，咱们得把这个胳膊肘架到膝盖上，就一定要有那种市井之气。哎，你还真别说啊，我这个光源打下来，那个帽檐的影子刚好显得这个柱子眼睛一个大一个小，这表情还算比较丰富的。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马匪叫木之，所以他们更愿意相信他叫麻子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自然有二大爷，还得有个后生仔。二大爷在这给后生仔讲故事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啊。这路过的一个闲来无事路过的 MP44，你可不能学那谁啊，老谁家那小谁，背包里边装个电池，冲自己是大尾巴狼，然后背后弄着那么大一坨，膝盖还到处的裂，然后这个啊，在这儿。对，二大爷说的是啊，就回村3天，二大爷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角度好，得把特色露出来，特色的书包。好，那么这一期的魔方的2.0的二大爷就是这样了。